教育就是你要自己做决定，然后自己对自己负责。我们是没有办法给你收拾烂摊子。爸爸妈妈会在念大学的时候常来看你吗？没有，我们都不联系。因为我高中就离开家了嘛，就去另一个城市。你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高中就在外面读，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爸我妈就是那种，孩子出去了，他自己会长大。18岁之前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那18岁以后那就更放心了。所以你跟父母之间的聊天也不多啊。他们会问一下我身边的人说刘雨欣最近怎么样？然后说他们就不会跟我聊，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不知道聊什么吧，他们比较信赖我的朋友，但很奇妙，是很舒服的一种相处模式，就我真的有事儿，我就心里解不开的东西，我是一定会找我妈聊的，但是平常我们俩就默认说，你要是没事儿，我也没事儿，就大家就不要，咱俩就你各玩各的吧，各自过生活。对，就是有的时候没有消息，反而是好消息。对，他们什么都不管，我这志愿就是我同学给我报的。因为我从小受到教育，我站在三里屯，来来往往的都是年轻人，他们打扮得又时髦又漂亮，对新鲜好玩的事儿充满了欲望。这个就是他们的快乐吗？作为一个聆听者，我好希望听到他们的心中到底在说什么。这一代的挺自我的，然后也很聪明，我就赶上一个好时代。我只想要去过自己一句想要的生活。小孩就是聪明，说句实在就是聪明，但他受不了挫折。缺少一点担当。工作当中我们经常接触，就是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呢，经常有一个工作说不做就不做了。现在开始，你们要做好被我的活力和元气击中的准备。他们这一代就是，比较会享受的一代，新事物的捕捉能力比较强，然后适应能力也很强。我这辈子第一次说脱口秀，所以你们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就别人对你期待，就明明你现在2个事儿你能都做，但你其实很难同时把2个事儿全做好，但别人就希望你两全其美。都是表现的比较自私，好多都是追求那些什么星儿啦什么的，好多东西我们真的对这些现象看不惯。在生活上依靠家长，啃老。你看，我觉得每一代人之间就是有误解的啊，就是，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年轻时候也是那样子啊。对，我觉得是不变的东西。哎，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年轻的时候心里更深，是不是啊？对，但是他们一旦上了年纪。就容易指责年轻人。你觉得这问题出哪儿呢？我常常想说，这问题是不是出在就是没有沟通，是不是？我就已经不追求让所有人都理解我，我自己觉得我是好的就可以了，我自己做的东西我自己认可就行了。我只能这样了。我和雪晴2个都是巨蟹座，你看我们2个走在一起就像2只螃蟹，可是我们2个都是壳很硬，内心很软。我原来呢，我报志愿的时候吧，想报中文系，我觉得我出来我以后就是个作家。小伙伴就劝我说，你就报新闻一样的，都是写字嘛。然后我上了1年，我就觉得好像我不太适合当记者，我老觉得问别人问题会给别人造成负担。万一就是他不想回答，不想，对啊，或者是这个事儿，他没有那么想讲了，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在利用别人的隐私，在为自己谋名声这种感觉。嗨，hello，你好，哎呀，谢谢，请坐吧，请坐。今天的这个念诵会比较特别一点啊，平常的念诵会呢。多数都是人生有点经历的人，然后念他们以前年轻时候写的东西。今天我们念诵的几位呢，
本身就很年轻，你知道。那他们要念他们更年轻时候的文本呢，我就非常的好奇。我们有几个长辈在这里啊，我们作为聆听者，然后多了解一下年轻人想说什么。然后完了以后呢，我希望年轻人也听听我们想说什么。那我们第一个当然是是我了，是吗？那可不是雪晶，可不是你吗？行，一般的开场的任务都比较重。我来。好，你来啊。我今天念的这个是我写在2017年5月份的一首歌的歌词。这首歌的作曲是我大学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石林。我来自铁岭，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城镇里。然后这首歌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些来到北京的人，跟我童年时的玩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就是写给他们的这一首歌。我现在念一下这首歌词啊。于米，是谁要走？江中告别声浪留不住他，谁停下？渔人船影从未离开过家。谁站在幽暗村庄，想找一朵相送的花？是谁等候端阳龙舟划过整个长夏？谁不见山遥水远，故乡秋雨滴答？谁沉默？声音尽头，远方那边是谁的家？再见面后，旧童谣留不下时光如沙。越长大，秋千越荡，模样越模糊呀。记不清何时寒暄过后，笑着说不出话。多年以后，渔歌故事随风吹散了吧？再无法芭蕉树下说着荒唐想法，只剩下挥霍过去真诚，笑着说谎话。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谢谢。因为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他是先写了，对他先有一个曲子，对，然后你是帮他写了，很快就写完后半部是？对啊，因为我对这种事情比较擅长。石林在哪儿呢？石林在北大读博士，还在读博士，对不对？按理说他应该可以来呀，他闲得很，我感觉。他很可惜他不能来，可是他们都有话要跟你说啊，真的？是啊，来吧。Hello， 雪阳，我是石林。妈耶，他是画了眼影吗？关于我们一起创作的一首歌《鱼米》虽然这首歌在北大已经变成了有点像老鼠爱大米的一个存在了。我之前其实知道雪阳可能对歌词最满意的是那个。是谁要走江中告别声浪留不住他？谁停下渔人船影从未离开过家？我当时写这段呀，是我脑子里的影像，是我当时从铁岭离开去读高中的时候，然后我所有的朋友在我走那天都去送我，然后他们就是站在那儿，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当时哭得特别惨，所以我就写了，就是大家的告别声留不住他，他是一定要离开这里的。我始终觉得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留在那个小县城的朋友，可能是我一生最珍贵的朋友。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一回到家之后，别人都会问，哎，你在外面赚挺多钱吧？但他们会说你在外面很辛苦吧？然后我们比如说大家出去吃饭，我说我来请你们吃饭，我现在赚钱了。哎呀，你一个小姑娘在外面能赚几个钱嘛？就是心疼你。对，他们也不是我的亲人，也不是我的长辈，但他们真诚的希望我好。我那个时候我在别的城市，我需要依靠每天给我的朋友打电话来缓解我的心情，就是我的父母给我打电话是没有用的。我小的时候会没有安全感。就觉得哎呦这个事儿我所有压力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对，但是好处就是我可能长大之后也比较独立。但我要是以后有孩子了，我还是希望他相信我可以是他的退路。那我没办法，那时候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我有那样的退路。家永也是一个退路。那个时候是无能为力的，真的吗？所以没办法。以前因为战乱，很多孩子被迫跟父母分开，但是现在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未来，很多年轻人也早早离开了家。
也变得非常的独立，其实是令人非常心疼的。不管彼此如何假装坚强，他们心里一定有很多的不舍。是不是这儿啊？应该是啊，就这儿了。对，就这儿了。门儿就这儿呗，开始了。呼唤中。哇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葡萄不愤怒。以前是常来，对，常来这种 live house。你是个傻瓜，却没人告诉你为什么一切一定要有意义。一无所有的我的 body 可以蹦吗？真的可以蹦。年轻的时候就啊，我不行，我不喜欢蹦，我就喜欢在角落里蹦。哈，在这里我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年轻人。他为了要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要留在北京，一边念书一边练团，还兼职多打一份工。我是这葡萄不愤怒乐队主唱，然后大名叫李学真，就这乐队名葡萄不愤怒嘛。其实我起这名字就觉得它很好玩。今天我的这段文字呢，写于在等那考研成绩出来之前，当时一个失眠的夜晚。如果物质的原子守恒定律是真的，那组成我的每一个原子一定都来自于曾经存在在世界上的不同的个体上。这个体有可能是一只猫头鹰，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朵乌云，甚至这些原子可以细微到它来自于不同物体上的不同器官，或者不同的部位，有着不同的功能。比如，它有可能是来自于百灵鸟的喉咙，还有王尔德的笔尖，甚至梦露的口红，还有长颈鹿的鱼尾纹。它们通过不知多久的宇宙漂流，在地球的大气层里融化分解，然后产生稍瞬即逝一个美丽的火花。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我们无法解释的困惑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活着存在去探索的意义。你相信外星人吗？相信啊！啊，对啊，太相信。我就感觉你会特别相信外星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特别喜欢那个这种文学作品，看这种什么《三体》啊。就我觉得是在更遥远的地方，对，肯定有。我之前都幻想过自己是不是来自于冥王星。我现在是一个研3的学生，我考研前我那段时间就很失落，我也很害怕，很迷茫。当时乐队并不是特别景气，收入什么也不是很好。就如果我考不上研了以后，首先我就没有一个待在北京的一个合理的理由跟家里。因为我爸爸妈妈比较，思想传统一些，他对这个摇滚乐本身的看法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偏见，就是有时候感觉想要去说，但是真正坐在一起的时候，突然都又泄气了。就是有时候自己一直以来习惯逃避了，爱父母啊什么这种话，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觉得今天很好玩，今天所有的文本呢，其实都没有太久以前的。哎呀，这有一个妈妈写的，哎呦，爱人妈妈写的，祝贺你终于完成了应试教育。我现在起，你是个自由人啦。爱人妈妈写的，爱人如己，爱己如人。哎呀，这个很重要。我觉得爱人如己和爱己如人，通常有人只能做到一条。一条啊。我就没有办法爱己如人，但我可以爱人如己。对，我做不到，就是对我自己像对别人那么好。但你对自己蛮苛刻的是吧？对，我对别人就是很宽容，然后也很舍得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对自己就不行。这个是这个电竞哦，唱跳歌手。哇，
每天写。哎呀，真能写呀！是，天哪！12月18号，第16天，一转眼离正式入营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困了，不想说了，晚安。Hello， 大家好，我是辉仔刘唐辉，糖果超甜。现在开始，请做好被我的活力和元气击中的准备哦。哎呀！今天讲的文本呢，其实也是和我小的时候一次和妈妈的经历有关。我要给它取名为《历史的痕迹》。因为这上面呢，不仅会有方便面，还有大蒜的味道，而且还有我妈妈隔着屏幕散发的恶龙咆哮。今天呢，我是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啊，还是决定告诉我妈老汉儿，我不去上学了。我想一直都打游戏，18岁的时候都可以去网吧打比赛了。我妈半夜3更就把我按在被子里打，昂哎妈哟，坏女人，不是个女人，张小红，我恨你！哇，这是大概是14岁。我是比较好奇，你妈妈有没有看过你这篇日记啊？没有，不能。啊 no！ 我的天呀，我。他什么都干不了了，现在好可怕！突然灯一关。哎，我们给你只是让你看看你妈妈照片嘛，你不要那么紧张。哎呦，张小红心里一定很难受，你怎么这样对她呢？哎呀妈呀！我的天呀，真的是不放过我。好像你有骂我哟。我没有，我谁骂你啊？谁敢骂你啊？对吧？我听到了，说了，好可怕的张小红。不是这样的，但那个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写的日记，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跟你说我要打电竞嘛，然后你晚上把我按在被子里打，你那个时候什么想法呀？什么想法？就觉得你好不靠谱啊！我老发热，自己打游戏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不太懂事，太自私了，没有理解你。其实妈妈真的在我的身边陪伴帮助了我很多。我们都要坚强。对，一定要坚强。多好的妈妈！是的，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哇，好，谢谢妈妈。妈妈再见，妈妈再见。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拍舞蹈视频放在网上，被大众认知，当然呢也被一个节目的导演认知。他当时就说：“哎，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节目呀？”那是我第一次上节目，我还记得我在前采的时候，那个编剧也就跟我说：“你会唱歌吗？你会跳舞吗？你觉得什么是唱跳歌手？什么是偶像？”当时我听完之后，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尴尬期，就是一直在不断犯错，然后犯了错又一错再错的那种感觉。我在想，张艾嘉老师，你有这样的尴尬期吗？哦，太多了。真的吗？在我那个年代，几乎都是武打明星。那我们女明星在里面可以干嘛呢？就是人家都打完了，我们就把我们搁在那儿，然后就说。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可是我们还看都没看到，只是左看右看啊哦，这样子就做这样子的表情。我就说这叫演戏嘛，你知道？哦。然后我1年以后就很大胆的跟公司讲说我要解约。那解完约以后，几乎1年的时间我是没有工作，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将来的这个前途在哪里。然后我就会到配音间去看人家配音。那我就开始学习，我觉得就是要期待、等待，然后在等待的时间中就是充实，可是当然，所有东西来的时候你是有准备好的，是的，所以不要着急，好吗？这是我24岁所写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进入电影圈大概有6年了。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体制，知道吧？就第一就是不让你谈恋爱的那个，所以我1年以后就跟他结约了。为了恋爱吗？不是，我觉得要自由嘛。现在还是很多的现象是这个样子。我说为什么在中国电影史上，几乎各个女明星都逃不出这个被安排好的命运？青春色相是最重要的条件，红的时候就要狠赚一笔钱。当你一逐渐发胖，眼角有第一条皱纹时，便赶快开始物色好丈夫。好丈夫，
接着当然就是收山、嫁人、生小孩，从此之后，电影这一行就和你再没有一点关系和联系。如果婚后平安愉快，那是大幸；嫁后不愉快而导致离婚，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如因婚姻不美满而自杀，那真是不幸，但却是件常事。谁会对电影明星的自杀而感到惊奇呢？你看，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有这样子的事，我就是不太相信。就算是结婚，我也觉得不需要放弃。就是啊，还可以继续做。而且现在很多女孩都不这样了，是不是？对，包括现在很多女艺人也是，非常的对注重自己的对事业心很重，她无心恋爱。其实那也不叫事业心，我觉得那个是叫做你觉得自己做那件事情还没真正做完，还没真正做好。尤其我那时候就演戏，我看那个时候我看我们的前一辈像萧芳芳啊，他们这样是最精彩的时候，怎么可以就这样就退休了呢？而且不应该是结婚和自己的追求是矛盾的事情。是，如果矛盾了，那可能我觉得需要调整。在青春的岔路口，你做过最对的选择是什么？最后悔的选择是什么？我最后悔的选择是拒绝了人生中第一个跟我表白的男孩子。写上这个吧，把这个写。那你觉得错过一次好机会啊？对，也不是错过了一次好机会，就很遗憾。我并不一定说这个机会有多么好，我们俩一定能怎么样，但是感觉，你看我反而是反过来，我是后悔太早结婚是吧？太早第一次的结婚，我未必会跟他结婚，但我不应该拒绝他啊，因为确实他很好，我也对他也还挺有好感，但是我当时为什么拒绝他呢？就可能觉得要乖。我叫游天意，游呢是游泳的游，天是天空的天，意是比翼双飞的翼。这个名字就注定着我会和天空和飞行有不解之缘。对，因为我是模特嘛，然后我高一的时候呢，就去到纽约，然后巴黎，然后伦敦，就是各个不同的国家去工作。天意从15岁就开始他的模特生涯，10年后他已经成为了超模。超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任何一个工作要把它做好，应该不可能只是凭运气吧？今天又是早起的一天，先泡个咖啡，尿尿清理一下，给它解决。我理了 ，boy，good boy。早上好。稍微先放松一下就可以了。好，可以最后一个，我可以停在这里。哎呦妈呀！呼吸推高一点，一边推高一边想着我们肚子要再放平。我为什么要提议来做运动？右边膝盖推到垫子的侧面，让我们右手往上指向天花板。我不要当模特，我想问。整整5年，因为国际时装周的原因，我一次也没有在家过春节。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经常和家里人视频聊天。不过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那一次是在巴黎时装，要穿一件束腰，3个人过来压着我的肋骨和肚子，拼命的要把束腰的拉链拉起来。结果拉得太快，一下子拉到我背上的肉，
肉卡在拉链里，痛得我喊不出来。然后他们立马呢又把拉链拉下去，结果我的肉已经掉了一整块。很多时候碰到难过的事情，我就会想问，为什么要选择模特这条路？有的时候自己会突然崩溃，躲在纽约的模特公寓里，一边洗澡一边哭，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但是哭完之后，第二天我又整理好自己，焕然一新的去赶下一趟飞机。万里高空，透过机舱的窗户，看到望不到边的天空，我跟自己说，也许只有一直向前走，才是青春该有的姿态吧。因为很难见到我一面，70多岁的爷爷奶奶学会了熟练的使用微信、微博。其实我很后悔那天教了奶奶一个短语 "See you"， 我追着她念，她嫌蹩脚，就一直没有念，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原本就知道这个短语的意思。现在奶奶在做饭，爷爷还有妈妈也在厨房忙碌着。爸爸发来微信问我要不要带一碗酸辣米粉回来。我坐在阳台上，和妹妹2个人谁也不说话，安静地看着书。阳光将它自己放在我们的身上，和这久违的幸福感一起，悄悄地、慢慢地。我是觉得我自己是就太幸运了，因为我从做模特就是被指引到这个，我妈妈她是帮我就是这么突然的报了名，然后突然的又很顺利很成功，然后突然的又走了这么多秀。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会不会也面对了说，哇，其实现在已经太多更年轻的一辈出来了，这可能也是一种压力啊，焦虑啊，就是每天都是在焦虑，就是可能被人家选择，然后又有后面的人在追赶，前面的人也是很优秀的。因为其实我是小时候蛮自卑的，就初中、高中的时候，我这个身高在我们班上算是很突兀的一个存在。然后我每次拍那种毕业照，都是站在最中间当那个对称轴，所有的人就这样排下去排开的。我第一次知道是有人会因为身高而自卑的。那我们那些谁矮谁自卑，你们那是谁高谁自卑？我叫天意嘛，然后有一个手机的电信的品牌是189，所有的人都叫我189，我当时就背负了这个称呼还蛮久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帮我做这个选择，我从此以后就这个自信的感觉就是尝到了。我去了纽约之后，我是妈妈跟着我去的。语言沟通起来，包括一些人文的差异，就是还蛮受挫的。但因为妈妈就是一直陪着我，虽然她也帮不了你啥，但是你俩在一起有安全感。对对，会让你觉得那份安全感是一直都在的。妈妈有话要跟你说呀。你去纽约的时候还不到17岁，有一次你在纽约拍完片回公寓，刚好那几天你又感冒发烧了，路过一个学校。看到操场上嬉戏打闹的孩子，你发信息给我说：“妈妈，我好羡慕这些每天上学的孩子呀。”看到你信息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亏欠你好多，心想，如果当时我没有帮你报那个名，那你现在不也是一个每天无忧无虑上学放学的孩子吗？我常常会问，就自己发问，就是说为什么你把我带到就是进入模特这个行业，然后又要给我一些，就是因为之前因为一些原因啊，然后丢了很多工作。别看我说是做模特啊干嘛，就要走秀的时候是自信的那一个，但其实我不是很相信自己。亲爱的女儿，爸爸妈妈谢谢你这么多年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你成长的过程，让我们体验到了生命的美好。纪伯伦有一首诗中说，你的儿女其实并不是你的儿女，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我们希望你永远健康快乐，青春永放异彩，明天充满无限可能。什么？哎，只有我知道这背后的秘密，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爸给他写的。
以前我会迷茫，以前我也会很迷失在前面和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互相追赶的这种境地，但是我现在可能状态是比我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我内心更坚定。我想问你啊，美女，就说你当时你觉得说是你母亲给你选择的这个职业哈，那你现在你后悔吗？我不后悔，那就对了。对了，对，我妈好像也会这么说。你妈她是为了你好，就是我真的很感谢我爸妈，我是每天都跟他们在家里的微信群聊天的，我啥事儿都跟他们说，因为他们是最相信、最支持你的人。我好羡慕，因为我也有孩子，我也是一个女儿。当时我的想法，我的孩子，你不要离开我身边。就在我身边生长，我一天看着你，因为就我一个。说孩子出国留学，我说我不。但这种想现在已经后悔也来不及了，就是舍不得，尤其是个女孩。你们当女孩，你们的爸爸都有这个体会，但这一点我得向你们学习。谢谢。我妈4年没有去北京看我，你记得跟妈妈分开那时候哇哇哭，你哇哇哭啊！哎呀，我特别想她。是的，这种时期过了多久才？那我很快就过去。对，你交了朋友，就是我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没事无所谓，我就玩呗。我的儿子14岁的时候离开家去念书，我送他走的时候，他一开始瘪嘴，没有哭，瘪嘴，他一瘪嘴，我马上把头转过去，哎呀，赶快走，你知道。可是好像2天以后他就忘了，很快，非常的快。是的，是的，我也是。我说我常常跟年轻人聊天啊，听你们的问题啊，你们讲的所有故事。可是你们有没有坐下来问爸爸妈妈说，哎，我也想听听你以前的故事。哎，你最近好像看起来不太开心，什么事儿？你知道有没有去反过来自动的跟父母去聊他们的事儿，有吗？有。你也没有对不对？你偶尔，那个是完全避开我不看我。我以前也是一个就属于那种坏小孩的那种，在学校里边，然后也会总打仗啊，然后不好好学习的这种。就是现在觉得父母年龄很大了，然后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就我爸爸身体还是不太好。然后会有一些风湿啊那种病什么的，在赚点零花钱的时候，就会买一些膏药，或者是给我妈买的化妆品啊，然后给我姐买的那种就是像笔记本一样的一个挺高级的一个东西，反正挺贵的。那他们开心吧？特别开心，就是说那个啊，你终于长大了，不像以前了，怎么样，就是还是很欣慰的。好，谢谢你。我好像除了能在我闲下来的时间给父母打电话以外，我并没有做到其他的。对，陪伴他们的时间。对，就会很后悔。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一回家，我妈给我做了一碗面，做好之后我和我爸在餐桌上吃，我妈在厨房忙活。我一般都是低着头吃饭。可那天我瞟了一眼我爸的这个鬓边有一点白。那个时候我爸才40多岁，就觉得，就是感觉自己确实在成长，但是自己成长的路上却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人在你身边，并不是去责怪他，而是在责怪自己。我没有去陪伴我的父母。因为我爸爸头发可能来的比较早一点，因为他要很多材料什么东西，他要熬夜什么，他那个就很快。我妈妈是近2年才开始变白嘛，那是很久没回家了。有一次，然后回到家之后，她做饭就端菜过来的时候，然后就我也是看到这一下，所以那个男孩讲那一瞬间，我就瞬间就是那一幕在我眼前，我一下子我就又接上。我现在事业心重，我觉得是因为我爸妈越来越老了，我爸爸和妈妈都各自有一个新的家庭，我可能要保障4个人的生活。
我觉得你也管太多了。我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孩子，那些阿姨叔叔也有自己的孩子，但我仍然觉得我对他们有责任。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姑姑啊、姨呀、舅啊，我这些亲戚都拉扯我，拉扯到我觉得我对他们也有责任。有责任。然后我必须要在有他们需要的时候能挺身而出。然后我觉得我身边的人，我的朋友们，我也得照顾好他们。我想照顾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就很累。你说我自己想要什么吗？我感觉自己挣的钱，我也不怎么爱花钱。你还是蛮努力的，因为我感觉到你至少做很多事情你都没有什么抱怨啊。对，因为我每次做一件什么事儿，我就觉得，你像我们起得早，人家工作人员起得更早；我们收得晚，工作人员收得更晚。然后他们赚的钱又没有我们多，我觉得我们如果再抱怨的话，他们好可怜呀。挺好的女孩，你是个好女孩。我可不咋的呢，可应该找一个好。可不嘛，我应该找一个好的男人，真的。而且我真的会非常的对我的另一半好。好，哎呀，我这时候就这么好看呢。真是啊，你看，我跟你讲，就把这个呢，就没事就挂在你的那个你最常看到的地方。但是这个照片里所有的人现在都胖了。真的，这个照片都是我们所有的人最瘦的时候。对呀，那都是年轻的时候。对，现在这个六个人没有一个是瘦的。长得挺帅的呀。帅的。结婚了吗？没有。哎呀，我这个朋友是帅的。是啊。对你好不好？好的。我们两个很好。很好。那继续好好的。别只叹气了。那好多人不珍惜，就是，看不到我的好。没有，会的，会。哎，对你相信，对你完全相信。想起这个夏天对妈妈撒过的最后一个谎。透过这些年轻人漂亮的外表、光鲜的生活，我感受到了他们背后的努力和追求梦想的艰辛。他们非常爱自己的父母，但是每一个孩子要表达对父母爱的方式，往往也来自于家人是怎么表达他们爱孩子的方式。青春期接受到的第一份教育，不就是来自于家庭吗？最后1个月呢，我真的是猛刷题刷过来的，所以就通过那1个月的时间，我考上了自己想要的大学。那个时候他真的就是对我刮目相看。我还挺愿意说，40岁或者再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可以有继续有模特的工作。下次请父母到北京来一趟，请他们看看我的演出。太重要，永远忘不了的是你们感激你俩的微笑双手。害不害怕很多人把你当作是一个可以去追随的一个偶像？我怕，就是你们可以喜欢我，但是你不要学习我，因为我很怕我身上有一些做的事是错的，完人家学了，人家学错了怎么办呀？我觉得是你要追星，你就得从你追的这个人身上学点好的。真正的文化的这种继续延续，是不是就越来越都短暂，都很单薄了？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只要有人在做，坚持做长的、漫长的、需要耐心的事情，就一定会留下来。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青春对于我们这一批同龄人来讲，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多元化。接受到的教育是多元化的，交流方式是多元化的，感受到的情感是多元化的。95后年轻人应该去接受生活，选择理解生活，